这样静悄悄地躲在床底，窥视着暗恋女生的一切。这种长时间的窥视已经让他的右脸失去了知觉。直到门突然被打开，女孩猛地被别人推到了床上。随着褪去的衣物，她小心地转了个身，看着不断摇晃的床板，她将手慢慢伸了过去，似乎在触摸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她把自己比作一只无人问津的虫子，从小到大几乎没有存在感，所以即便是在拍毕业照，少了她也是不会有人在意的。19岁那年的一节课上，她碰到了第一个把她当同学的女孩。老师突如其来的提问让一直走神的她尴尬地立在了原地。这时她听见有人在叫她的名字，美穗君。就这样，他成功地化解了尴尬，也从此迷恋上了这个女孩。上学的这些年，从没被同学叫过三井这个名字，所以女孩下意识的举动就像一束光，让她从未被人关注过的心看到了一丝希望。为了表达谢意，他请女孩喝起了咖啡。女孩喜欢喝曼特宁，所以他也点了一杯一样的，很香，但也很苦。他木讷拘谨，女孩便问他的兴趣爱好，他说喜欢养孔雀鱼，女孩便饶有兴致地回应了他。于是有生以来，他第一次尝到了跟人聊天的滋味。女孩说自己也想养，他赶忙说会把自己的分给女孩。只是当他带着孔雀鱼来到女孩的住处时，女孩却已经毫无征兆地搬走了。11年的时间里，30岁的他养成了只喝曼特宁的习惯。看着那些美丽的孔雀鱼，他突然决定去寻找那个叫千寻的女孩。他委托给了私人侦探。在这则调查报告中，他得知千寻24岁就嫁人了，丈夫是一位公务员。顺着资料，他终于找到了千寻如今的住址。此时千寻恰好要外出，无精打采的样子似乎过得很糟糕。而更糟糕的是，千寻并没有认出他。他本想就此离开，但又很好奇女孩这些年究竟经历了什么，才会变成如今这副憔悴的样子。于是他找到房产中介，在千寻家的对面租了一间房，还开了一间水族用品店。然后又将千寻之前的照片贴在了那个阴暗的房间里。他搬来了假人模特，将第一次见面时千寻穿的裙子套了上去。那一刻，仿佛千寻就在他眼前，正在轻声呼唤他的名字。之后的日子，窥视千寻家的生活就成了他活下去的另一种理由。10天后的一个晚上，她像往常一样窥探着对面的一切，却突然发现千寻的丈夫在家暴。从凶狠的动作来看，丈夫这是丝毫没把千寻当人看。随着窗帘被拉上的那一刻，她猛地站了起来。到了第2天，她注意到事后的夫妻俩仿佛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，但千寻那严重浮肿的眼睛还是告诉了她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所以她做了个决定，每个月的10号送花给千寻，并附了一张写着希望你幸福的卡片。只是每次都毫无意外地被千寻扔了。她向孔雀鱼祈祷能和千寻再次相遇，而这次千寻真的来了，但人家哪怕是和她近在咫尺，也丝毫没有记起他这个人。不过千寻这次看上了他售卖的孔雀鱼，所以他就有了机会来到千寻家里。趁着千寻离开的间隙，他偷偷拿走了桌上的钥匙，接着回到家马上复刻了一把。而等千寻离家后，他便可以偷偷溜进千寻的家，在千寻丈夫的打火机里装上了窃听器。于是之后的晚上，他便经常听到千寻被家暴时的哀嚎声。而为了更加靠近千寻，他决定直接躲到卧室的床底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次他竟然眼睁睁地见证了一场惨无人道的家暴。这天，他接到了父亲确诊癌症的消息，他颤抖地说明天就回去。但在晚上将这件事告诉丈夫时，丈夫却说：一气之下，他扇了丈夫一巴掌，结果在痛苦的哀嚎声中，她被丈夫猛地扔到了地上，接着便是一顿毫无人性的毒打，甚至连牙齿都被打了出来。而躲在窗帘后的三井虽然早已愤怒不已，但却始终克服不了与生俱来的懦弱。他只能强迫自己不去看这悲惨的一幕。他只能偷跑回来后，对着千寻的照片不停地说对不起，然后再把电击留给自己，留给他这自卑懦弱的一生。那晚千寻被毒打时，他就选择了袖手旁观，而千寻被打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。虽然作为大学同学，他只是想送一束花祝千寻幸福，但在控制欲极强的丈夫眼里，那张遗落的写着祝你幸福的卡片，就像一根可以勾起燎原大火的火柴。随后，丈夫将千寻一次又一次地按进浴盆里，直到她无法呼吸。等丈夫彻底睡熟后，三井才偷偷从床底爬了出来。他赶忙来到浴室，将昏迷不醒的千寻抱到了客厅。而醒来后的千寻发现自己躺在了客厅，而且身上披着毛毯。再结合昨晚迷迷糊糊间的感应，便隐隐猜到了房间应该还有一个人。于是他对着房间绝望地说：
可惜三井这时恰好在自己家。第二天，他看到千寻抱着孩子，慌张地上了车，想要和孩子彻底逃离这个地方。不想再一次失去千寻消息的他，赶忙追了出去，却因误闯案发现场，被拦住了去路。此时的千寻正在一个公寓里，享受着难得的安心，看着睡着的孩子，他不由得想，为什么逃跑这样简单的事，自己一直以来就是没有做呢？这时，他突然发现打火机似乎有点不对劲，打开一看，才发现里面有个窃听器。他试探性地问了句：“有人在吗？”但回应他的却是2下敲门声。他虽然很是忐忑，但还是很好奇地打开了门。于是怒气冲冲的丈夫便趁机闯了进来。回到家，又是一顿毫无人性的毒打。她被丈夫一下拽起，又被压倒在桌子上，紧接着又被一下扔到了地上。趁着丈夫转身的间隙，她踉跄地跑到厨房，在气喘吁吁中拿起了菜刀。只是丈夫却毫无惧色地握住了菜刀，任由鲜血直流。他被彻底吓懵了，于是又被狠狠地扔到了地上。俺を捨てるんだな。此时的他绝望地喊了句：“嫌なのかよ！”伴随着一阵电击声，那个自卑懦弱的三井终是出现了。现在的千寻还是没能认出三井的真实身份。もういいんです。名前なんて名乗ってもどうせ彼女は覚えてはいない。俺は11年前にたった一度コーヒーを飲んだだけの男だ。恰好丈夫这时有了反应，她一边崩溃的大哭，一边想就此掐死丈夫，但最终还是被三井拦了下来。短暂的安抚后，三井决定帮她彻底结束这段痛不欲生的婚姻。故事的最后，他来到了警局，向警察坦白了自己蓄意杀人的事。但就在这时，千寻突然出现了。原来千寻事后来到了三井租的那间房子，一张许久不见的毕业照，终是让他想起了那个一起喝咖啡的男孩。当自己的名字再一次被千寻叫起时，他终于释怀地笑了，因为这一次千寻一定会永远记住。11年。彼女